第二频道一大集。2012年的时候，一则资讯在加拿大华人圈炸开啊！到温哥华看望留学儿子的母亲离奇失踪。那或许我这期内容的标题就已经出卖了那个坏人，但整体事件呢曲折反转，警方钓鱼整活成为了破案的关键。把时间拉回到2012年。2012年6月8日，加拿大温哥华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报警人呢是一位叫汤远熙的中国留学生，说自己的母亲突然失踪。警方立即展开调查，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失踪者叫郭炼杰，47岁她和丈夫汤继辉20天前才从中国广州出发到温哥华，专程来看望在加拿大的儿子汤远熙。汤远熙25岁已经毕业，也找到了工作。一家三口在温哥华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因为汤远熙的公寓呢是和别人合租的3个人就在附近的一家民宿短租2个房间住了下来。2012年6月7日下午是他们离开加拿大回国的时间。那汤远熙早上开车带母亲把自己的行李从民宿送回公寓，到了以后呢，将车停在公寓门外，自己往里面搬东西，让母亲在公寓门前照看其他行李。拖行李进屋的时候呢，还看见母亲站在门口，再出来就发现她不见了。起初没有在意，以为可能是去附近的商场购买东西，但之后呢，打电话又一直不接，所以赶紧去父亲所在的民宿。父亲说他没回来两人就开始四处寻找，但不见踪影。因为是下午的航班回国，那猜测或许他是自行先去了机场吧。那父子2人带上行李就赶到机场寻找，依然没有发现。眼看怎么也联系不上航班起飞时间将至，汤远熙就让父亲先登机回国，或许能在飞机上碰到母亲，自己同时在这边继续寻找。那登机后呢，汤继辉发现属于妻子的座位是空的在煎熬和焦虑中度过了13个小时的飞行，如坐针毡。他在广州落地之后，马上联系汤远熙。汤远熙说自己找遍了母亲曾去过的所有地方，都没发现，所以第二天加拿大时间6月8日就选择了报警。那他说母亲讲广东话不会说英文，很担心她的安危。那警方也感到非常的蹊跷。那当天呢要赶飞机回国，却无缘无故消失于是马上就成立了专业调查组起初他们怀疑郭女士是不想回国，那企图非法滞留加拿大，所以故意消失才能解释得通。但是呢，很快这个猜想就被证实不成立首先呢，汤家在中国做企业很富裕，衣食无忧，就没有理由黑在加拿大。而且汤继辉回国后，就马上通过当地政府联络上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求助，这2天后就再次飞回加拿大寻找妻子。那父子俩告诉警方，郭女士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精神疾病和不良恶习。那夫妻2人经常外出旅游，去过东南亚和欧洲多国，因为做出口家具生意，在美国也有客户汤继辉每年去美国谈生意，就会顺道来温哥华看儿子。那妻子这是第一次来温哥华他强调他的失踪与非法滞留无关。失踪的时候他的护照证件、手袋都留在儿子的车里身上应该只有100多加元的现金，担心那是被精神有问题的人掳走，或者是被绑架。那焦急的父子2人每天举着寻人启事，穿梭在城市的各个社区，寻找郭女士的下落，同时接受媒体采访，并召开记者会来扩大影响。汤远熙神情忧郁，因为担忧母亲的安危，几度悲伤哭泣。几号失踪？我妈妈是6月7号失踪。6月7号，爸爸当天回去了是不是？他们当天是一起打算是坐3点钟飞机，我妈妈早上走丢了。就是我相信加拿大的温哥华的那个安全还是挺安全的城市来说，就没想过这么大的问题。然后后来呢，发现就找了我妈妈，这个晚上都还没有发消息，我就才早上就确实向警察说我妈妈失踪。那时候就只有你一个人在找，因为爸爸已经回去了。对，我当天晚上就找到下着雨的时候，我找到2点多才精疲力尽的才回家。这个就是失踪时了要走的时候就不穿着服装。好了大孝子寻母的事件很快成为了热点新闻，民众都被这对父子的坚持所感动，时刻关注进展。那尤其在华人社区引发高度关注，很多华裔群体呢自发加入寻找队伍。但是呢，经过多日却杳无音讯。这警方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这郭女士身为一名语言不通的亚洲女性，
特征极其明显，不该这么久都没有线索啊，没有勒索电话，说明没有遭遇绑架，所以推测这可能不是单纯的走失案件。而且调查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汤远熙报案呢有故意隐瞒信息，而且提供的母亲失踪地点前后矛盾。首先呢，他隐藏了一家人在民宿租了2个房间的情况，只说自己是从公寓开车到民宿接父母去机场，让警方误以为3口人是分开住的，没说自己就住在隔壁。面对警方的疑惑呢，汤远熙说你们没问我就没说，而且自己的英语很烂表达的也不够清楚。很显然这个回答有点离谱你母亲没了以你表现出的大孝子人设呢，应该会事无巨细的为警方提供所有信息才对，却隐瞒了自己和母亲住在一墙之隔。那作为报案人呢，这点就有点反常。然后呢，之前报案说母亲是在自己的公寓门口失踪，等到父亲再次返回加拿大之后呢，就改口了，说母亲呢是在民宿门前失踪的这让父亲也感到有些诧异问他到底什么情况。他说因为自己所在公寓的房东存在非法分租的情况，所以为了避免把警察招过去给房东惹麻烦就改口了，随便应付他们一下。那警方进入民宿，从其他租客的口中得知，3口人在那儿租住了约2个星期，与其他租客往来甚少看上去关系很和谐，母子2人相处的也很融洽，所以警方也没有再深入调查什么还是以一般人口失踪事件进行调查。然而2周的时间过去没有任何进展。发言人呢对外公开说不排除遭遇不测的可能性。尽管父子难掩悲伤情绪，但依然认为郭女士福大命大，一定会安全回家。那警方增加了人手，开始在一些草地、荒地进行地毯式搜查，但始终没有找到郭女士的踪影。那调查没有头绪，父子2人也心力交瘁，因为中国那边的生意实在无法耽搁。这个汤远熙就劝说父亲汤继辉先回去吧，一直耗着也没什么意义有任何进展的随时再联系。自从父亲再次回国后呢，汤远熙就似乎恢复了正常生活，寻找母亲的事情不再积极，只靠警方来联络自己。2012年7月20日，案件被正式转交给加拿大凶案综合调查组，从恶性案件的角度来调查他们认为郭女士如果遭遇不测，那最后和她接触的2位家庭成员可能涉案，但不确定是汤继辉还是汤远熙。汤远熙此前的异常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觉得有必要对这个人好好调查一下所以再次来到他们一家3口短租的民宿。结果在汤远熙居住的房间的床垫、床头、墙壁和衣橱里发现了大片的血迹荧光反应凭借经验，他们可以断定这里曾是一个凶案的第一现场，有人遭遇了严重的袭击。而受害者会不会就是失踪的郭女士呢？那如此的话，汤远熙必然就是最大嫌疑人他们和汤远熙说想去他的这个公寓查看一下，遭到了他的拒绝此时警方也没有搜查令所以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血迹证据还不足，即使现在明牌也无法定罪。郭女士是凶多吉少下面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她。那事件发生的7周后，2012年7月29日，警方接到报警电话，有驾船者在列治文北部约190公里的哈伍德岛发现了一个漂浮的行李箱，很可疑。那哈伍德岛是一座无人居住的荒岛距离温哥华有5-6个小时车程，但只在特定的时期才会批准游客在岛上露营，所以这个箱子很有可能是丢弃然后漂流到那里的。那骑警接报赶到以后呢，捞出行李箱然后打开，果然在里面发现一具已经腐败的人体遗骸，从姿态来看呢，是被人强行塞进去的。那经过法医鉴定呢，死者是一名中年的亚裔女性，头颅呢有4处严重创伤，生前遭遇了暴力袭击。那脊椎有5根钢钉符合郭女士做过脊椎手术打进钢钉的特征。为了进一步确定身份，又做了基因鉴定，最终确认死者就是已经失踪将近2个月的郭女士。那个房间里的血迹也属于她，那汤远熙的嫌疑陡增。但因为事发民宿和附近呢没有监控探头作案人呢作案动机、时间和凶器无法确定，就没有办法形成
一整条完整的证据链。那警方为了得到这些关键信息，确认汤远熙的罪行，选择了一种很特殊的侦办方式啊。他们没有向外界公开发现死者的消息，也没有直接通知汤远熙，而是秘密展开了一场卧底行动，希望用这个办法让汤远熙能自己说出来。那从8月开始啊，他们安排一名华裔女警联系汤远熙，说我知道有关于你的秘密，找机会见一面。于是两人约定在一个咖啡店里面碰面。女警呢刻意打扮成了社会不良分子的形象，摆出一副玩世不恭、桀骜不驯的模样。用广东话说我在海边找到了行李箱，死者穿着和你失踪的母亲一样，但还没有报警。如果你愿意支付足够的钱，我可以帮你把尸体处理掉。汤远熙听到这句话，转身就走。这个女警追了上去，继续说她的头上有多处重创，一看就是被人打死的这些我都不在乎，只要你钱到位，绝对帮你处理干净。汤远熙只是心虚的说了一句，他又不是我打死的。女警继续说咱们都是华人我不会为难你，给你2天时间考虑，想好了就给我打电话。如果2天后没有消息那我就只能交给警方了。说完之后呢，两人就此分开。那想必汤远熙是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当天晚上就联系了女警，说愿意出钱摆平。再次相见呢，女警把他引荐给了自己的2个头目，现场呢还有一些马仔每个人身上都描龙画凤一脸横肉当然都是警方伪装的黑社会帮派。汤远熙从没见过这个阵仗很容易就被唬住了。他们告诉汤远熙呢，这些对他们来说的问题不大，因为这种破事儿他们经常处理，早已经见怪不怪，只在乎钱。那现在这个团伙中呢，有一个患了癌症快死的兄弟，你拿钱来，他就可以替你顶罪，彻底摆平这个问题。但顶罪的话，就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以免出现纰漏。起初呢，汤远熙还是有点戒备心理的。经过警员的精湛演技和几次见面交流，他还是掉入了这个圈套，承认呢，在6月7日，也就是郭女士失踪那天，自己动手将其杀害。汤远熙父母在广东佛山从事木业家具生意他们的木业公司年营业额超1000万，家境很富裕当然呢，这一切除了两人的智慧勤劳，也和郭链杰强势的性格不无关系。他的业务能力很强，同时掌握家中的财务，也是别人眼中的女强人，同时也是一个控制欲望极强的人。对自己的儿子也是如此，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到职业生涯规划或儿子交女友都会干涉。汤远熙在中国读高中住校的时候呢，交往了初恋，因为女友家境很一般，结果被父母强行拆散，母亲还质问他为什么要找垃圾女。汤远熙认为母亲这种控制不是他认知中的爱，这让他产生了极大的怨恨和逆反心理，也是第一次希望父母从这个世界消失。在家中掌握财政大权的郭链杰也严格控制他的零花钱。那虽然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手头却从没充裕过。那父母一心想要他出人头地，高考还没结束就帮着办理出国手续。2006年，19岁的汤远熙被父母送到了加拿大留学，就读于加拿大博学学院，学习酒店管理。他们的计划是让儿子拿到身份，永久留在那儿，因为自家的产品呢有卖到加拿大，但两人呢并不懂英语，因此希望他毕业后能对家里的生意提供协助。而当时的汤远熙对于做生意完全不感兴趣只感觉在异国他乡还是没有摆脱母亲的控制，什么都要过问，不给自己任何空间，用金钱裹挟他遵从每一个要求要听父母的唠叨。2-3天不打电话，他们就会生气。汤远熙曾和同学抱怨妈妈很烦。那随着汤远熙在国外的花销越来越大，钱也开始不够用，为了从父母那儿搞钱，他开始说谎。起初只是以学校的各种费用为借口，后来野心变大，说住的地方离学校太远想买个代步车。那父母心想这都是很有必要的开销就给了钱。可实际上汤远熙在拿到钱之后呢，并没有买车，而是不断挥霍沉沦，甚至还沾染上了赌博，耽误了自己的学业出来很久了，英语还是说不好。他经常到列治文的何时赌场去耍，久赌必输，何况他是又菜又爱玩，一直输钱，让他的毒瘾也愈发严重。很快呢，父母的钱就被他输得差不多了。他后来骗父母说已经取得了永久居民的身份，其实只是拿到多次进出加拿大的访问签，连工作签都没有。所以毕业后呢，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温哥华的中餐馆厨房打散工。
每月所赚仅能支付850加元的房租，还是要伸手向父母索取几千元的生活费。那财务无法独立的情况下，感觉自我人格也无法独立。这事发前1年呢，母亲做了腰椎的手术，他还特地返回广东探望。那这一次回国后，他又在国内交上了一个女朋友啊，一度还私下论及婚嫁，但父母还是因为不够门当户对而反对。这母亲甚至自行物色了一个女孩让儿子迎娶，这令他非常苦恼啊。父母不但用金钱来牵制，还来干涉自己一个成年人的私生活。那这次他并没有选择和女友分手，他说这是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光。赌博也是为了解闷。那毕业后呢，曾经的同学大多都回国了，身边的圈子越来越小，认识的人只剩下餐厅的几个同事，所以一直有回国发展的打算，也能和女友结束异地恋。他告诉父亲说，自己在这里就像坐牢一样，但父亲要他继续坚持。2012年5月19日，父母来加拿大看望他。那当时他是和一位女性朋友在列治文合租的公寓，但谎称是和一对夫妻。父母不方便在这里同住，就在附近的民宿短租了2个房间，还租了一辆车，谎称这就是买的。期间呢，他带着父母在温哥华四处走走看看，可母亲依旧对他表现出十分苛刻。长久的积怨让他的内心逐渐扭曲，他想摆脱这种被控制和缺钱的生活。那自己用了6天时间形成了杀母的念头，并考虑该用什么工具。偶然间在民宿的工具箱就发现了锤子，他就拿走，预先藏在自己房间作为凶器。那6月7日那天早上，汤远熙趁着父亲还没睡醒，就把母亲单独叫到自己的房间帮忙收拾一下，说他的床上呢有一些硬币。当母亲在整理的时候，汤远熙用准备好的锤子从背后对头部进行袭击，然后用床单死死地捂住了母亲的脑袋。因为还有挣扎，他又补了2锤直到确定他没有了呼吸。事发时，他的大脑快速运转在想要不要连同父亲一起做掉。在房间里呢，思考了15分钟后，决定放弃。2人如果同时消失，怕警方怀疑到自己身上。决定后，他马上把遗体强行塞进了自己的行李箱，运到汽车后备箱，拉回自己的公寓，然后又返回案发现场，告知母亲失踪了。他极力的劝说父亲先回去，说应该没有什么大事儿。等父亲走了以后呢，返回民宿开始清理作案现场。6月8日凌晨1点，汤远熙拖着装有遗体的行李箱，开车到了2号公路大桥，把箱子丢进了飞沙河，同时也把锤子丢下了桥。沾有血迹的床单呢，被他拿回公寓的储藏室，清理血迹后再剪碎烧毁。天亮之后，汤远熙报警称母亲失踪，然后演了一出大孝子寻母的戏码。那以上就是汤远熙和卧底警员交代的情况。他腹黑的本质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再隐藏，因为相信了卧底说帮他找人顶罪的服务所以在重演作案过程的时候，允许卧底用手机给拍摄下来，好让顶罪者更直观的了解细节，就别和警方交代岔劈了。但是呢，自己现在没有钱，提议可以伪造母亲被绑架，那再次把父亲给骗到加拿大来了以后呢，你们把他干掉，钱就全都是我的，你们只要开个价，把自己对双亲的杀意展露无遗。那卧底顺利的搞清了他的整个作案流程，并拿到了最关键的信息，倍感震惊问汤远熙这样做有没有后悔？他表示不后悔他一直阻拦我，不止控制我1点，他们是我的父母，会控制我一生。人总要死，早一点与迟一点没大不了。那自己之所以选择在加拿大作案，首先是因为这里没有死刑，然后他对于加拿大警方能否破案呢持怀疑态度。之后的寻母也只是假象通过这种方式博取同情，掩盖真相，误导警方的侦查只要母亲的遗体没有被找到，这个案子就很难搞。但没想到经过2个月的漂流，行李箱最后是被冲到了哈伍德岛上，好在是被你们发现接下来就按照计划走，把父亲汤继辉骗来加拿大，然后杀掉。那根据汤远熙的描述，警方来到了租车公司，找到了那辆丰田汽车，在后备箱提取到了郭女士的血迹，同时也拿到了搜查令，进入汤远熙的公寓进行搜查。在储藏室呢，找到了床单烧毁后的黑点，化验出了血迹反应。然后来到2号公路大桥，经过多日打捞，在河里捞出了作案工具。到这儿算是证据充分。于是，在2012年9月7日，警方正式逮捕汤远熙。面对审讯的汤远熙是百般抗拒，否认自己杀人。
警方把所有证据呈现在他面前，还给他看了和卧底警员见面的录像，并告诉他所谓黑帮真实身份就是警察。在充实的证据面前汤远熙再也无法狡辩，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他依旧说，如果母亲不死，我永远得不到幸福。曾经人们眼里感动民众的大孝子，成了弑母恶魔，而且他早就开始觊觎家产，而产生了杀害父母的念头。在中国的汤继辉得到消息后丧妻之痛和儿子的罪行让他无法接受，这种打击无异于自己也遭当头一棒，马上动身，再次前往温哥华。这案件发生在加拿大，也会在这里审讯。那汤远熙不会遣返中国，面对他的就是牢狱之灾。那除了谋杀罪名，由于他还有计划杀害父亲的动机，因此警方还加控了一项意图杀人未遂的罪名。汤继辉虽然得知儿子杀害自己的意图，但还是对外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说自己依旧会帮他做辩护，理由是妻子已经死了，不能再失去儿子。汤远熙在关押的时候企图割腕自杀，但没成功。汤继辉马上对他进行了探望，对儿子说，无论你犯了多大的错，我都会原谅你。你妈已经没了，如果你又死了，我活着也没有意思。无论你被关多久，都会等你出狱。然后花重金给儿子聘请律师，也因为期间多次更换律师令审讯延宕，终于在事发3年后的2015年9月21日才在 BC 省最高法院开庭。汤继辉也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除了叙述在案发时自己所看到的以外，也说他很了解儿子，他是个好人，自己这么说并非是想帮他脱罪只是希望陪审团不要对儿子有所误解。中午休庭路过被告席，他微笑看着儿子，拿着文件的左手还竖起了大拇指。汤远熙则在午饭后主动向父亲说，吃饭没？父亲回答，吃了。你冷不冷边说边比划，示意儿子多穿点衣服。汤远熙弑母事实已经被确认，控辩双方的争论点在于如何定罪。辩护律师认为是2级谋杀，冲动而临时起意。法官则在判词中指出，他的犯罪是连续性的捶了一下之后又有后续的连续伤害，认为是1级谋杀，早有预谋且意图明显。汤远熙也推翻了此前的供词，向2级谋杀靠拢。为证明是一时冲动还说出了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母亲来了之后还是不断打探自己的隐私，打探室友的背景，让他感到很不满。心情烦闷的他在父母入睡后于6月7日凌晨1点开车到赌场，把父母给他的400美元生活费全部输光。回到民宿后，和在中国的女友视频聊天，得知女友刚堕胎，他相信那是自己的孩子，很难受，感觉是糟蹋了对方。这一整夜他的心情都非常低落和敏感。8点的时候，母亲又开始翻他的个人物品，结果发现了那张租车的收据，这让他顿时觉得很紧张，因为之前让他买车的钱被自己用来赌博和挥霍，这张收据可以戳穿他的一大串谎言。他一时情急，为了抢过收据，就从背包拿出锤子行凶。至于锤子他说法是自己的公寓房间没有门锁，同住的这个女室友有时会直接进到他房间，甚至有几次正和女友视频聊天，他就进来了。为免误会，他在案发前想给门上安装防盗链，刚好在民宿找到了一把锤子，准备拿回去用一下，并不是事先就准备好的。经过法庭的交叉盘问，这陪审团认为难以判断他是否有预谋，庭审一度陷入了僵局。之后陪审团经过多天讨论，也无法达成一致，而且有2名陪审员因为身体原因退出，只剩下10名。根据加拿大法律一旦陪审团成员不足10人，那就是留审，要重新选定陪审团从头开始。好在这10人坚持了下去，最终的判决为2级谋杀教唆杀人罪被撤销了。法官初步裁决是10年不得假释。2015年2月2日，加拿大 BC 省高等法院进行宣判，汤远熙2级谋杀罪成立，被判终身监禁，原本的10年不得假释改为17年。那也就是说，他可以在2029年9月7日后提出假释申请，获准假释后将会被递解出境，回到中国。那汤远熙被送进监狱的时候，和身边的警员说了一句：“我终于自由了。”受害人是妻子，凶手是儿子。汤继辉的心理和精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他是事件的亲历者，也是这个富裕家庭破碎的见证者。那这个悲剧的发生就像是一面墙慢慢滋生裂痕，虽然那还是一个整体
但裂痕扩散到一定程度，一瞬间轰然倒塌一般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在法庭上，汤远熙的道歉信和汤继辉的声明，或许可以概括整起事件的重要内核。汤远熙说：“我对一切负责。假如我和父母之间，特别跟母亲有进行良好沟通，不会发生如此事件。这是一个无法被原谅的罪行。我必须向妈妈说道歉，我没有任何借口。我也要向父亲致歉，让他痛失妻子和家庭生活。”汤继辉说：“把他独自一人送到家国读书，我有深深的罪恶感。我们一直相信严格限制和管教儿子才有前途，把他当作个人资产一般，缺少沟通，无顾儿子的喜好。现今犯下如此罪行，他必须负担法律责任，而造成家庭悲剧，父母亲也有很多责任。我相信在天有灵的他听闻我这一席话，能明了我的出发点。”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不要忘了点赞支持大吉，我谢谢你了，拜拜。